摸手20两，亲嘴50两。我爹想招巡安为婿，他却嫌我满身铜锈。我巡安只娶清流世家女。谁问你了？空有虚名无实财，怎能配我千金娘？你介绍个能入赘的来。媒婆领来了巡安那位死对头同窗陈隐玉，父母早亡，穷得叮当响，却实在貌美。陈隐玉振振有词，在下毕生所愿，便是寻一户好人家，安稳入赘。我让他说实话，他话锋一转，诚恳坦荡。在下贪财，想吃软饭。媒婆倒吸一口凉气，我却笑了。贪财好啊，只要银子给够，他就是最听话的郎君，总好过那些既要利又要名，还要你感恩戴德仰慕他的伪君子。我朝他招了招手，过来。陈隐玉应声走近，抬手挑开我们之间的珠帘。琳琅声响中，我第一次在明澈光下看清他的脸，呼吸滞了一瞬，确实漂亮，像极了我书房里挂的那幅墨兰图，清到极致，反而生出惊心动魄的艳，眉眼浓丽，被一身素衣压着，隐而不发。开个价吧。我言简意赅，他略一沉吟，抬眼看来，目光轻灵灵地落在我脸上。摸手20两，亲嘴50两，同寝100两。我挑眉，认真的。陈隐玉神色不变，语气笃定。金小姐，在下敢报这个价，自是因在下值这个价。我没接话，我不是嫌他要得多，是觉得他要少了，就凭陈隐玉这副品相，若挂在春风阁里，500两一晚，怕也有人抢破头。真好，碰上个不懂行似的。我看着他，唇角慢慢扬起。800两，你入我金家，这是卖身钱，我买断你这个人。陈隐玉眼睫微动，静待下文。其他伺候的价码另算，我金玉从不亏待自己人。媒婆在一旁大气不敢出，我话锋一转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安安静静当好你的工具人，别给我惹麻烦。陈隐玉静了一瞬，随后他唇角浅浅一弯，金小姐爽快。他朝我伸出手，掌心向上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。那便先付个定。我让侍从取来银票，媒婆得了赏钱，喜滋滋地退下。我又将银票推到陈隐玉面前，他微微一怔，抬眼时眸中似有流光闪过。400两定金，事成之后另有400两。陈隐玉看着那叠银票，忽地轻笑。金小姐就不怕我拿了钱就此消失？我端起茶盏，吹开浮沫，微微一笑。怎么会呢？语气放得轻缓。我信公子人品。400两算什么？这点钱他真跑了，我都不稀罕去追，只当是扔水里听了响。陈隐玉望着我，目光微动，随即小心收好银票。指尖在银票边缘轻轻抚过，那眼神里有种找到长期饭票的踏实喜悦。哎，我在心里轻轻叹气，这孩子还真是没见识过真正的金山银山。我花千金买了个赘婿，当天下午他便着急要搬进我的房间。既已收了定金，便该住进府中，让小姐安心。商行事务冗杂，我先去忙了。我让人给他收拾了间厢房，商行杂物冗杂，忙到深夜，正要歇下，敲门声轻轻响起。拉开门，陈隐玉站在门外，周身氤氲着湿润水汽，墨发半湿，紧松松披了件外裳，领口微敞，像个专是人魂的妖精。他声音比白日更温润几分。钱都收了，总得让东家验验货。我倚着门框，挑眉。若我不满意呢？他浅浅一笑，眸光流转。在下不支持退定金，所以定会让小姐满意的。我累了一天，实在没那个兴致，但美人主动投怀送抱，我也不想拒绝。再说也不一定非要做那档子事。我侧身让他进来，径自走向案几。他身上的淡香掠过鼻尖，是清冽的兰草气息。我让他搬个小凳，坐在案几正对面，这个距离不至于让他看到账目明细，又恰好能让我一抬头就对上这张脸。烛火暖黄，漫过他玉色肌肤，瞳仁被光照得清透，像浸在清水里的墨玉。他安静坐着，脊背挺直，像一尊精心雕琢的玉像。灯下观美人，果然别有风味。我看几行账，便抬眼瞧他片刻，仰眼又解乏。1刻钟后，我合上账本。陈隐玉适时起身，执壶为我添茶，茶水微烫，白雾氤氲。我接过来，随手搁在案上，在他收手前，伸手牵住他的手。陈隐玉指尖微顿，没有抽回。我垂眼，慢条斯理地摸了2把，品相绝佳，指节分明，修长有力，就是糙了些，指节处有薄茧，掌心也不算细腻。无妨。往后多费些心思，养养就好了。我又摸了一会儿，才收手，起身去一旁的多宝架上翻了翻，寻了个素面荷包，正好装了20两，扔给他。回去歇着吧。陈隐玉接过，指尖捏了捏那荷包，唇角弯了弯。是，小姐也请早些安置。他退出去，关门的动作又轻又稳。我听着他脚步声远了，心想明日起身上的被些现银了，总不能回回都临时找荷包。翌日我领着陈隐玉去见我爹。书房里，我爹正对着一幅字画长吁短叹，大约又在心疼他那飞走的乘龙快婿。我直截了当指了指身侧的陈隐玉，爹，这是我招的赘婿。陈隐玉躬身，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。晚辈陈隐玉见过金老爷。声音清朗，姿态不卑不亢。我爹没应声，只是长长叹气。我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人越缺什么就越想补什么。我爹少时寒窗苦读，科举考了7次，次次落榜，心灰意冷才下了海，摸爬滚打挣下这金山银山。
钱有了，心里那根刺却还在，所以他广撒银钱资助学子，恨不得让人替他圆了那关梦。荀安祖上有点名头，如今落魄，正合他意。书读得好，模样周正，更重要的是身上那股子我爹求而不得的清贵气。送银子，送宅子，恨不得把人当亲儿子。若非他非要招荀安入赘，我都疑心那是不是他在外头留下的种。可惜如今这金榜题名的清贵看不起我们，跑了。金玉，你要是敢娶个男人回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我没管我爹怎么想，领着人见了面，就算过了明路。婚事自有底下人操办，用不着我操心。陈隐玉识趣，没来打搅我，反倒常往我爹那院子凑。起初我爹晾着他，闭门不见，后来竟允他进门了。再后来，我路过书房，听见里头传来我爹久违的笑声。我驻足片刻，推门进去时，我爹正指着墙上那幅《寒江独钓图》侃侃而谈。陈隐玉站在一旁，微微倾身，听得专注。见我进来，他抬眼看来，眸光清润，对我弯了弯唇角。他转向我爹，语气诚恳：“金老爷见解独到，晚辈受益为浅。”我爹捻着胡须，满面红光。我瞥了眼陈隐玉，料子是我前日让人送去的云锦，人靠衣装，更显挺拔清雅。你们聊。我撂下话，转身就走，背后传来我爹带笑的声音：“隐玉啊，你来看这幅。4月初8，一嫁娶。金家生意做得大，宾客如云，有交情的没交情的，都来凑这份热闹。”陈隐玉那边冷清，只有些许同窗好友和2、3长辈，勉勉强强凑了2桌。礼成后，我领着他一桌桌敬酒认亲。陈隐玉平日多穿青蓝素色，总压着眉目间的浓丽，今日却不同，红衣灼灼，墨发玉冠，那点艳再无遮掩，唇色被酒液润得嫣红，眼尾微挑，竟透出几分平日绝无的毅力风流。他安静跟在我身侧半步之后，我引着他换人，他便低低唤一声，举杯，应对从容，言辞妥帖。一圈下来，竟无半分错漏，姿态甚至称得上赏心悦目。几位长辈原先还带着审视，几杯酒下肚，也被他哄得眉目舒展，实在给我长脸。行至东边回廊下那一桌，那桌是我爹资助的学子，于情于理都得来。一桌人起身贺喜，言笑晏晏，唯独荀安坐着不动，他手里捏着酒杯，指节泛白，脸沉得能滴出水。我仿若未见，举杯含笑：“诸位赏光，薄酒一杯，聊表谢意。”众人纷纷应和，一饮而尽。荀安仍不动，目光落在陈隐玉身上，像淬了冰。陈隐玉恍若未觉，袖口轻抬，为我斟满空杯，动作行云流水，眉眼低垂，温顺得像一幅画。他终于抬眼，声线平和：“荀兄，不饮一杯吗？”荀安嘴角扯出个冷笑：“陈兄好手段，软饭吃的倒也心安理得。”他字字清晰，掷地有声，满桌霎时静下。我指尖摩挲着杯壁，面上笑意不减。陈隐玉也跟着轻轻笑了，他侧头，气息拂过我耳畔：“娘子，他是来砸场子的吗？”“不算，狗叫而已。”陈隐玉轻轻哦了一声，伸手替我理了理鬓边并不存在的乱发，指尖温凉掠过耳廓。“我从前还当荀兄是位光风借月的人物呢，如今一看，不过是个嫉妒人幸福的可怜虫罢了。”荀安猛地站起，椅子刮过地面，发出刺耳锐响。他死死瞪着我们，胸口剧烈起伏，那眼神像是恨不能将陈隐玉生吞活剥。我往前半步，恰好将陈隐玉挡在身后半个身位，不必说话，只淡淡看着荀安。他与我对视片刻，脸上血色一点点褪尽，最终他狠狠掷下酒杯，拂袖而去。瓷杯碎裂声在寂静中格外刺耳。陈隐玉自后轻轻握了握我的手，指尖微凉，却带着一点安抚的力道。我反手扣住他，握紧，面向满堂宾客，扬声道：“诸位，继续。”丝竹再起，宴席重归喧闹，还有些生意场上的应酬。我让他先回房，想了想，又嘱咐一句：“媳妇别拖。”他抬眼，眸中映着廊下灯火，微微一闪，颔首，什么也没问。应酬完，已是半个时辰后，推开门，烛光暖融，他果然老实坐在床边，头发是湿的，因湿了小块红衣，看来是自己洗漱完，又特意把媳妇套了回去，倒很听话。合卺酒摆在桌上，见我进来，他起身执壶，斟满2杯，递过来时，指尖沾着水汽，微凉。“娘子，喝金酒。”他声线比平日低些，带着沐浴后的松倦。我接过来，手臂交缠，一饮而尽，酒液微辣，顺着喉咙滑下。他放下杯，抬眼看来，烛光跳跃在他眼底，明明灭灭。陈隐玉问得轻缓：“娘子，喜欢什么样的？循序渐进，细水长流一点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：“还是怎样？”我抬手，指尖掠过他微湿的发梢，勾住一缕半干的发丝缠绕。陈隐玉眼睫微动，任由我动作。我凑近他耳畔，气息拂过他耳廓，声音压得低，只容他一人听清：“喜欢会伺候人的。”1刻钟后，我仰躺在铺满大红锦被的喜床上，气息未匀。陈隐玉跪在床下，墨发微乱，几缕沾了湿意粘在颈侧。
他垂着眼，看不清神情，只有长睫在眼下投了一片浅浅的阴影。我松开方才无意识拽住他头发的手，慢条斯理地理了理他微乱的发丝，想着回头定要给王媒婆再封个厚实的大红包。这上哪寻来的妙人？可太直了。又过片刻，我抬脚轻轻踢了踢他肩膀，可以了。他身形微顿，抬眸看我，眸子里水色氤氲，那点清冽被搅得七零八落，只剩潋滟潮意，像被雨打湿的墨兰，瓣子都揉碎了。陈隐玉没说话，只一言起身，宽衣解带。我让人又给王媒婆送去了1袋银子，另外给陈隐玉预付了1500两。他捏着那叠新银票，抬眼时眸色深深。娘子，这是玉钩。我懒懒嗯了一声，指尖点了点桌面，好好干。此后几日，颇有些神魂颠倒，身心舒坦。陈隐玉此人业务能力着实出众，收了钱便极尽所能，将我伺候得妥帖周到。这日正在商行对账，下人匆匆来报，东家，荀公子在外求见。我执笔的手一顿，弄了好一会儿，才将这荀公子与荀安对上号。不见。我低头继续和我的术，外头却响起争执声，门被哐当推开，荀安闯了进来，面色沉凝，下人惶恐告罪。我摆了摆手，让人退下。荀安有病，喜欢装圣人。从前住着我爹送的3进宅子，穿着我金家之房上千两1匹的云缎，就硬端着清高，说自己不喜名利，不贪富贵。如今又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我不想你误入歧途。我执笔的手顿在半空，莫低险些污了账册，抬头看他，像看个稀罕物件。他眉头紧锁。你明知陈隐玉是什么人，贪财好利，毫无风骨，你招他入赘，岂不是自甘？自甘什么？我打断他，声音凉了下去。他喉结滚动，到底没说出那4个字，只沉沉叹道：你便是怨我拒婚，也不该如此作践自己。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我慢慢站起身，手撑在岸上，向前倾身。你凭什么觉得我金玉招婿是为了跟你置气？他怔住。你又凭什么认定你瞧不上我？我便是低到尘埃里，随便捡个人都是在作践自己。窗外有风吹进来，帐叶哗啦轻响。我直起身，掸了掸袖口不存在的灰。荀安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他脸色白了又青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发出声音。我绕过书案，走到他面前。他身量高，可我站在阶上，他在阶下，他得仰头才能与我对视。我选陈隐玉，很简单，他比你这种既要利又要名，还要人感恩戴德的伪君子好太多了。荀安脸色彻底青白交加，指节捏得发白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反驳。他最终一挥袖子，撂下一句：金玉，你迟早会后悔。转身就走。我冷眼看着他消失在影壁后。管事的，我扬声，人匆匆躬身进来，额角还带着汗。方才没拦住人的，通通换了。还有荀家住的那套宅子收回来。管事面露难色，欲言又止。若觉不妥，去找我爹说。反正现在是我当家做主。管事头垂得更低。是东家。他快步退下，我立在原地。窗外日头正好，金光泼洒，还是烦，不是为荀安的话，而是被他这么一搅和，坏了刚才那点因想起陈隐玉而生的好心情。我索性打道回府。回家时，陈隐玉在院子里练琴。他前些日子跟我说想报个班，用我的私房钱学吹拉弹唱。我觉得学点才艺也方便讨我欢心，便给他请了个最好的师傅。这回我往院中贵妃椅上一躺，招招手便有侍从摆了小几，吃食又无声退下。娘子要听什么？随便。琴音丛丛自他指尖淌出，虽没太听出来是什么意思，但春光、美人和风拂过他微扬的衣袖，确实赏心悦目。我和眼听着琴音，先前在商行被荀安搅乱的心绪渐渐平复，一曲终了，他起身走过来。娘子心情不好。他在我身侧蹲下，仰头看我，倒是敏锐。我没睁眼，只嗯了一声。他声音放得轻缓，那要不要摸个手？今日特价15两。我忍不住笑了，睁开眼，他眸色里倒映着天光与我，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一圈，落在那双颜色偏淡的唇上。我鬼使神差的伸手，指尖轻轻点上他的唇。那要亲一口呢？陈隐玉眼睫微动，那可不是特价了。他的唇在我指尖下开合，温热的吐息拂过，不似是我在点着他的唇，反倒像是他在吻我的指尖。我怔了一瞬，收回手，打趣道：陈公子这生意精，倒是越发精了。他静静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道：但谁让娘子今天不高兴呢？话音未落，他已轻身过来，在我唇上落下一个轻而快的吻，如蜻蜓点水，一触即分。我尚未回神，他已退开，眉眼间带着点得逞的笑意。待反应过来时，手已先于意识抓住了他的衣领。陈隐玉被我拽得重新俯下身，两人鼻尖几乎相抵，呼吸交错。他眨了眨眼，语气含混着，带着点无辜：娘子，方才那个是看在您心情不好的份上赠送的。是吗？我迎着他近在咫尺的目光，我加钱。最后陈隐玉的嘴巴让我啃肿了，他唇色本就偏淡，此刻红肿起来，像揉了胭脂。我妆台上那盒胭脂应当很衬他，改天试试。我想着，心情莫名就好了起来。好到荀夫人找上门来时，我还能笑眯眯地听。他在我花厅里哭天抢地：我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，收回宅子不是逼死我们吗？我慢悠悠拨着茶盖，等他嚎完了，才抬眼。说完了。他一愣，我放下茶盏，声音不大，却足够清晰：我家的宅子我收回来，有问题？他像是被掐住了脖子，脸涨得通红。
又开始新一轮的不容易，没良心。正闹着，我爹匆匆来了，一看这场面，他眉头就拧成了疙瘩。荀夫人像见了救星，扑过去就要扯他衣袖。我爹面露难色，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不赞同，又有点习惯性的息事宁人。玉儿，这何必闹得如此难堪？原本结亲不成，也不必。我没等他说完，直接对管家摆了摆手，送客。管事这次没再犹豫，带着2个利落的婆子，半请半扶的把还在叫嚷的荀夫人送了出去。花厅里终于清静了，我爹看着我，重重叹了口气。你非要如此，这下是把人得罪干净了。我站起身，理了理裙摆，我看着我爹，语气平淡。我看他不爽，有问题。我爹被我噎住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他只是搓着拇指上的玉扳指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我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是独女，当然不是因为他多爱我那早逝的娘，情深不寿到不肯续弦，是他不能生。郎中说他精元稀薄，子嗣艰难，求神拜佛，汤药灌了10几年，才侥幸得了我这么一个，还是个没带把的。但有总比没有强，于是他把我当儿子养，带在身边，亲自教我打算盘、看账本、做生意、识人心。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守好这份家业，再给他招个能撑门面的儿子进来。他这点栽培算是我能顺利接手家业的基石。我成情，但他骨子里是偏心男人的。许安是男人，还是个读书的男人。我爹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年轻时求而不得的样子。他资助许安，既有微妙的优越感和补偿心理，更有同为男性的下意识偏袒。他觉得许安是自己人，是男人中的一员，哪怕许安和他那一家子明里暗里瞧不起我们商贾门户，我爹也觉得无妨，因为那是才子应有的清高，可以理解，可以包容，可以感化。他甚至觉得我不该在意这些细枝末节，毕竟男人嘛，总是要面子的。他们可是读书人，是男人呀。我爹还立在原地，嘴唇嗫如着想再说些什么，那些话我不用听都能猜到。我们从前也为此吵过。最过分的一次是2月前，他见我迟迟不点头，竟背着我偷偷去荀家提亲，想替我招揽荀安为婿。结果呢，人家清流才子瞧不上我这满身铜锈的，连带着我爹也挨了好一顿软钉子。事情传开，还惹来些风言风语，多少影响了生意。那时他看我眼神就和此刻一模一样，失望里混着点迁怒，仿佛是我让他丢了那个能继承他科举一致的想象中的男性继承人。我那时还好言好语，你想清楚了，要不要为了他跟我闹得难堪？而如今我只觉倦怠，连那点表面功夫都懒得再做。你有本事去荀家，让你那好儿子给你养老。我撂下这句，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喘气声。至于他身为男人那点可笑的面子，谁在乎？此后几日风平浪静，我爹大约是真被我那句话噎着了，没再为荀家的事来找不痛快。商行事务繁杂，我忙得脚不沾地。陈隐玉依旧安分守着他的本分，偶尔在我歇息时弹弹琴，或是在我盯着账本揉额角时，适时递上一杯温度刚好的茶。他不再提那些明码标价的亲近，反倒是我有时倦极了，会朝他招招手，他便会走过来，安静地坐在一旁，任由我靠着，或者只是看着他的脸发呆。银钱照付，他却不再像最初那般急着结算，只在我给时坦然收下，眉眼间一派从容。这日午后，我小憩醒来，见他正坐在窗下看书，阳光透过窗棂，在他侧脸投下细碎光影，长睫低垂，静谧得像一幅画。我忽然想起荀安那日说的话，贪财好利，毫无风骨。我起身走过去，影子笼罩了他手中的书页，他抬起头，目光带着询问。我伸手抽走他手里的书，随手丢在一旁。陈隐玉，我俯身，双手撑在他座椅扶手上，将他圈在方寸之间。你就没什么想要的？他微微一怔，随即笑了。娘子不是正在给吗？除了钱，你就没别的想要的？除了钱，他重复着，仰头看我，眼神里那点惯有的谄媚或温顺褪去，露出底下一点认真的清凌凌的光。那便是盼着娘子一直如今日这般金山银山，安稳如山。这话说的讨巧，却莫名欲贴。我低头吻了吻他微凉的唇，最甜。实话而已。他回应着我的吻，声音含糊在像贴的唇齿间。又过了几日，管事来报，荀家已从那宅子里搬了出去，听说在城西另了处小院，颇为拮据。我听了，只点了点头。他迟疑片刻，又道：老爷那边派人送了些银钱过去。我执笔的手一顿，墨点在账册上阴开一小团。知道了。我淡淡道。转头我在饭桌上以生意不好为由，给我爹减了6成月份开支。我爹端着碗愣住，筷子头红烧肉都忘了送进嘴。生意不好？他语调扬高，满是怀疑。我面不改色，扒拉着碗里的米饭。几条水道上的买卖都受了影响，周转有些吃力。我爹张了张嘴，看看我，又瞥了一眼安静吃饭的陈隐玉，最终把话咽了回去，只重重叹了口气。他信不信我不在乎，这算是个警告，但有人真信了。起初陈隐玉是不太着家的，午后我回府，常不见他人影，问起来，姑爷出门会友去了。我没怀疑什么，毕竟他去的是我名下的茶楼，掌柜的每日都会递来单子，点了什么茶，用什么点心，见了哪些人，写得一清二楚。一连去了2、3天，都是傍晚方归。这日晚间，我沐浴完正对镜通发，他从净室出来，头发还湿着，便去抱他那个宝贝木匣子过来，坐在床边认真点钱。那木匣是他装私房的，主要放他那些银票碎银。我有时候身上有多余的现钱，随手也会给他放进去。烛光下，他垂着眼，指尖慢慢碾过一张张银票，
又数了数底下那些散碎银两，神情专注的像在对待什么圣贤书。点了半天，他抬起头，摸发衬的脖梗愈发白皙。算上娘子平日给的，除去花用，还剩约摸2000两。我应一声，等着他下文。他偶尔算算自己积蓄，我早已习惯。其中一部分我托人寄回族中，给几位长辈养老了。他解释道。我点头，这我知晓。他父母早亡，族中唯有那位远房长辈对他有几分恩情，每月寄些银钱回去，是我允了的。正想着，他却忽然将整个木匣塞进了我手里，匣子沉甸甸的。我愣住，抬眼看他，陈隐玉望着我，目光清润，语气是少有的认真。商行银钱一时周转不开，我这里虽不多，也能应急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放轻了些。若还不够，我还可以找几位家境尚可的同窗友人借些。我看着他，一时没说话。他见我不语，像是怕我不信，又急忙补充，眼神里带着点豁出去的诚恳。往后我的用度还能再减，吃穿都不必那么好。还有那情谊可，不学了也行，能省下一笔。看着他这副恨不能节衣缩食，立刻跟我过苦日子的模样，我怔了片刻，终究没忍住，侧过头低低笑了出来。哪有他这样做生意的？不仅把老本掏了出来，竟还想着要去借钱贴补我。我随口扯了个由头，最近货款到了，家里不缺你这点。陈隐玉听着没反驳，只轻轻嗯了一声。银票他还是塞回了我手里，既是你的，还是该由你收着。接下来几日，他明显有些不对劲，那股子精心钻研、力求上进的职业热情，仿佛被水泼过，淹了下去。他不再主动提起那些明码标价的亲近。晚上温存过后，我照例要去拿银票，他却轻轻按住我的手。今日便算了。他声音有些低哑，侧着脸，烛光映照下，长睫在眼下投了一片阴影。我挑眉，怎么想涨价？他摇摇头，沉默片刻，才道：不是。那是为何？我难得有这般追根究底的耐心，指尖点了点他微湿的掌心。你放心，家里真的不缺钱。不是的，不是一回事。他打断我，我反问：那是哪回事？他不说话了，翻过身，背对着我，肩胛骨的轮廓在薄薄起衣下清晰可见。娘子就当我偶尔也想做一回不图银子的。这话听着新鲜，不图银子，那图什么？不图钱就要图心？他这般反常，莫不是针对我上心？这念头一起，我自己先惊了一下，随即又觉得荒谬。我与他之间，银货两讫，清清楚楚，最是干净。若掺了旁的东西，反倒不美。可看他此刻背对着我，肩线绷着，竟透出几分固执的可怜。我伸手，指尖轻轻落在他起衣微长的后领处，触到他温热的皮肤。陈隐玉，我声音放得缓，转过来。他静默一瞬，一言缓缓转过身，烛光里，他眼睫湿漉漉的，唇色嫣红，方才被我啃咬的痕迹还未全消。不图银子。我指尖顺着他的颈侧滑到下颌，抬起他的脸，强迫他与我对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想图什么？他眸光闪烁，似有万千情绪翻涌，最终却只是垂下眼，轻轻握住我作乱的手，贴在颊边。图娘子一个高兴。他声音低哑，只要娘子高兴，怎样都行。图我高兴。他说这话是换了路数，觉得我吃这套，还是那颗本应只图钱财的心偏了方向？我没再问，翻身躺下，扯过颈背，闭上了眼，身后安静下来，只余彼此清浅的呼吸声。过了一会儿，身侧窸窣轻响，他小心翼翼地凑近，动作极轻，带着试探，然后一根微凉的指尖轻轻勾住了我的小指，只是牵着，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道，像出生的幼兽，怯生生伸出爪尖，碰了碰认定的主人。我闭着眼，没动。陈隐玉喜欢我，这念头像根细刺，扎进心里，不疼，却磨得人不舒服。做生意就做生意，银货两讫，干净利落，扯上感情，便如同上好的绸缎沾了油污，怎么看都觉着碍眼，处理起来更是麻烦。有了感情，便有了顾虑，有了期待，有了软肋。日后他若是宠儿娇，索取更多，我给还是不给？若他殷勤生度，干涉我的决定，我忍还是不忍？一想到这些可能衍生出的纠缠与拉扯，我便觉得头痛。真是失策，我早该想到，这般日夜相对，肌肤相亲，便是养只猫狗也难免生出几分情愫，何况是活生生的人。我想了7天，副稿打了7、8遍，中心思想明确，图钱我欢迎，图心我拒绝。他若知错不改，这桩买卖便到此为止。这日晚间，我揣着满腹说辞回府，陈隐玉坐在窗下，就着烛火看书，听见脚步声，他抬起头，眸光在昏黄光线下落在我身上。娘子回来了。他放下书，起身迎上来，那点准备好的冷硬说辞忽然就卡在了喉咙里。我看着他低垂的眉眼，颈后一段白皙的皮肤，心里打好草稿的冷硬说辞莫名堵在了喉咙口。坐。我说完，自己先在对面坐了。他一言坐下，目光安静地落在我脸上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探寻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尽量让语气平和。陈隐玉，我们谈谈。娘子请讲。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眸，准备好的忠告在舌尖转了几转，出口时竟变了调。你近来有些不对劲。他眼睫微颤，没接话。我只好继续，试图把话题拉回正轨。我们当初说好的银货两讫，最是干净。你图财，我图痛快，这样不好吗？他沉默着，只静静看我。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，声音缓了下来，近乎苦口婆心。图心不如图钱，人心易变。我今日喜欢，明日或许就厌了，但银子不会，它实实在在。你攥紧了就是你的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别走岔了路。我推心置腹，自认仁至义尽。陈隐玉却忽然轻轻笑了一下。娘子说完了？他问。我点头。他身体微微前倾，烛光在他眸中跳跃。娘子说的是。他声音放得轻。图心确实不如要钱稳妥。
我指尖无意识捻着袖口，等他下文。可若我真喜欢上娘子，他顿了顿，望着我的眼睛。于娘子而言，难道没有好处吗？往后伺候娘子，必定更尽心竭力，不要钱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不要钱，不要钱的才最吓人。陈隐玉像是看穿我心思，唇角弯了弯。我见过太多男男女女，情字一字最是磨人，我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？他自嘲般笑笑，明知不该，却偏要往里跳。他伸手，指尖轻轻碰了碰我搁在桌上的手背。我图心便是画地为牢，心甘情愿把绳索递到娘子手里。娘子怕什么呢？我看着他眸子，那里面映着我。我未必想拴着你。我说，不是娘子拴我，是我自己画地为牢。倘若哪天娘子觉得碍眼，或是腻了，说一声便是，我自己会走，绝不纠缠，不给娘子添半点麻烦。陈隐玉说完，微微垂下眼，复又抬起，目光恳切而坦然。娘子不必忧心，前头是苦海还是金山，都是我陈隐玉自己选的，这一切与娘子无关。陈隐玉那番话翻来覆去在脑子里转，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，画地为牢，心甘情愿，绳索递到我手里，听起来是我占尽了便宜。可这便宜是好占的吗？我平躺着，听着身旁之人均匀的呼吸声，他像是睡熟了。但万一呢？他现在说的好听，日后若因这情字生出妄念，贪求更多，岂不是麻烦？我猛地坐起身，伸手用力推了推旁边的人。陈隐玉，他哼吟一声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眸子里还带着浓重睡意，水气氤氲地望过来。我盯着他，直接问出口：“你会给我惹麻烦吗？”他怔了怔，睡意似乎清醒了几分。静默一瞬，他侧过身，面对着我，声音低缓却清晰：“不会，我心悦娘子是我自己的事，只是把她摊明了，该怎么伺候娘子还怎么伺候，该守的规矩一样不落。又不是10几岁的毛头小子，离了儿女情长就活不成，该懂的道理都懂，不会缺心眼，更不会给娘子添乱。”他语气平静，带着刚醒的慵懒，却莫名有种让人信服的笃定。我看着他，月光下，他眼神清亮，没有半分闪躲，心里那点悬着的七上八下的计较，忽然就落定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我重新躺下，扯过被子，拍拍他，睡吧。自那日剖白心计后，陈隐玉实在粘人的紧，我处理事务，他便搬个小凳坐在我对面，也不出声，只安安静静的剥松子仁，剥满一小碟，便推到我手边，眼巴巴望着你，像等待夸奖的猫。我起身去取东西，他便也跟着起身，影子似的坠在我身后半步。我猛地停步转身，他便不偏不倚撞进我怀里，顺势揽住我的腰，下巴搁在我颈窝，轻轻蹭2下，呼吸间全是清冽的兰草气息。陈隐玉，我忍不住推他肩膀，你无事可做吗？他摇头，理直气壮。伺候娘子便是头等大事。我实在有些受不住这甜蜜的负累，索性撵他出去。去，找你那些同窗好友吃茶听群去，别在这扰我清静。他眨眨眼，似有些不愿，但见我态度坚决，只得慢吞吞应了声是，一步3回头的走了，耳根子总算清静下来。约莫1个时辰后，窗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轻快得很。帘子一掀，陈隐玉走了进来，眉眼间尽是压不住的八卦，凑到我跟前，眸光亮得惊人。娘子，你猜我方才在茶楼听见了什么新鲜事儿？他声音里都带着笑，不等我猜，便迫不及待地轻身过来，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，将那股子热气与八卦一同灌进来。他说，荆轲进士的任命下来了，徐安列3甲，需外放任职。他素来自视清高，目下无尘，只当自己才学满腹，定能得个上佳去处。岂料官场人情世故，他半分不曾打点，更不屑为之，最终任命下来，竟是个穷山恶水、鸟不拉屎的偏远之地县令，山高路远，瘴气弥漫。听闻那儿的前任是生生熬病了的，他昔日向几位家境尚可的同窗借过银钱，原本说好半月就还，结果一拖再拖，同窗听闻他任职下来，便上门催还，他非但不还，反倒摆出那副清高嘴脸，斥责人家只知计较铜锈，失了读书人的风骨，只将其中一位脾气火爆的同窗气得当场动了手，推搡间闹得鸡飞狗跳，难看至极。我听着唇角便勾了起来，他将那点子陈年就是翻出来，说得绘声绘色，说书院里同窗宴饮，邀他同往，他总端着言道不屑此等交际，转头却做了酸师，暗讽旁人趋炎附势，钻营巴结，待旁人不愿再热脸贴冷屁股，真的疏远了他。他倒跑去寻了师长，一脸委屈，说自己因品性高洁，遭了众人排挤。我嗤笑一声，接口道：“他少时更有一套，徐安那时便爱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何该相夫教子，洗手做羹汤。可转头见了那些真在家料理庶务的夫人，他又要蹙眉。我学着他那清高又嫌弃的调子，噎着嗓子，终日困于灶台琐碎，无才无德，言语无味，实非良配。”陈隐玉先是一愣，随即伏在我膝上，肩头耸动，闷闷笑出声。他这人，他笑叹，尾音拖得长长，原是既要又要还要的祖宗，既要女子安分守己，又要女子才情出众，还要合他心意，捧着他那点清高。我伸手，指尖绕着他一缕垂落的墨发，横竖由他一张嘴。窗外暮色渐合，檐下灯笼次第亮起，我们便在这暖光里蜷缩到通体舒泰。陈隐玉这般粘人，虽不惹麻烦，但总在我眼前晃悠，也着实影响效率。我琢磨着得给他找点正事做，总不能真让他一辈子就围着我打转。家里仆从如云，琐事轮不到他，生意上的事更是绝无可能让他沾染。这点我们彼此心照不宣。这日看他又在窗下对着本闲书发呆，我扣了扣桌面。陈隐玉，
我换他。你想不想回书院？他们那间书院形制特殊，春闱并非强制，学子若自觉火候未到，大可留在书院继续攻读，或是离去另谋前程。陈隐玉便是自觉学识尚浅，并未报名参考，选择了结业。谁料刚脱下学子青衫，转头就被媒婆领到了我面前，成了金家的赘婿。他自书夜间抬眸，眼中有些许茫然。回书院做什么？自然是准备来年的春闱。我理所当然地道。他闻言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。我比他更惊讶。你寒窗苦读10入载，难道就不想考取个功名？光耀门楣，纵使入赘，有个官身也是截然不同的。陈隐玉沉默片刻，神色复杂地望向我，他缓缓道：娘子，我觉得金榜题名或许不如吃软饭来的安稳实在。我看着他那张漂亮脸蛋上认真的神情，一时竟无言以对。陈隐玉非常有吃软饭的自觉，他振振有词：吃了金家的饭，自然该守着金家的门，伺候好娘子是本分，岂能三心二意想着往外跑？我可不一是一。我打断他：抛开我，只说你自己，想不想考？他顿住了，哪有读书人寒窗10余载会真不想金榜题名，不想堂堂正正立于朝堂？陈隐玉手指无意识拳了拳，那双手我曾细细摸过，指节处的薄茧是常年握笔留下的。他还想再说什么，被我打断了。考吧，我言简意赅，家里有钱，考不上我养你。他眼睫动了动，没应声。我又慢悠悠补上后半句：考上了，我就说我父亲是做官的，多有面子呀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陈隐玉猛地抬起头，望着我，眼里的光晃了晃。他忽然伸手轻轻勾住我的手指，好。他说我考，我联系了书院，使了些银子，将他重新塞了回去。于是日子变了样。清晨，他与我同乘马车出门，他一身青衫，我一身锦衣，在书院门口分开。我先连瞧他走进那朱红大门，背影挺拔，倒不像去念书，像去赴一场硬仗。傍晚，马车又准时停在山门外，他踩着暮色出来，钻进车厢，常带着一身墨香，或是怀揣着几卷书。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，转眼便是1年。春闱前夜，他翻来覆去，我被他扰得睡不着，踢他一脚，烙饼了。他捉住我的脚踝，声音闷在夜色里：娘子，万一我没考上怎么办？我嗤笑：没考上，回来继续吃你的软饭。他静了静：那万一考上了，却留不了情，要外放去个穷乡僻壤呢？我转过身，面对他，黑暗中看不清彼此神情，只感觉得到他温热的呼吸。我伸手摸到他紧绷的脊背，轻轻拍了拍，他身体放松了些，凑过来，额头抵着我肩窝。若真外放，我顿了顿，指尖绕着他一缕头发，那咱们俩恐怕得尝尝鸿雁传书的滋味了。陈隐玉呼吸一滞，把我搂得紧。不要。他含糊低语：娘子在哪？我在哪？他秉持着夫妻不能异地的想法，考了个2甲居中，流经算是稳了。我跌乐得合不拢嘴，在厅堂里来回踱步。好啊，好啊，隐玉啊，真是给咱家争气。他从前资助的学子不少，如今也有几位能在吏部那边递得上话的。你想去哪里？6部、翰林院还是别处？家里多少能使把劲？陈隐玉认认真真想了想，抬眼时目光澄澈。事儿少，清闲，钱多，离家近的。我爹收回牵着陈隐玉的手，背到身后。这个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咱家应该使不上这么大劲儿。最后只勉强满足了事，少清闲，离家近。翰林院做个典籍，整理些陈年文书。在离家近不行不过1刻钟。俸禄嘛，他头回上交俸禄那日，我问他：你给我零过干嘛？陈隐玉摇头，艰难道：娘子，这全数。最后我异常庄重地给他收好了那点俸禄，不易，实在不易。晚上歇下时，我习惯性伸手去摸他腰，西人腰身绷了绷，没躲。黑暗中，他却忽然开口：摸手40两，亲嘴100两，同寝200两。我手顿住，挑眉：怎么着？自他破败心计后，这些亲密事便再没提过银钱，衣食住行全是我安排，每月给他些现银，他也一并攒着，凑个整数寄给族中长辈。陈隐玉翻过身，面对着我：出入翰林，通辽已轮流做东，请了3回客，我再不回请，说不过去。他顿了顿，叹了口气，竟有几分委屈。俸禄娘子也见到了，实在囊中羞涩。我再也忍不住笑出来。所以他凑进来，鼻尖蹭着我耳廓，气息温热。所以只好重操旧业，贴补家用。娘子行行好，光顾一下生意。话音未落，文已落下，缠绵间隙，我喘息着推他：陈隐玉，你如今可是朝廷命官。他低笑，唇齿流连，在我颈间。所以现在涨价了。陈隐玉这辈子似乎总与钱脱不了关系。小时候，他躲在门后，听父母为钱争吵，母亲的啜泣，父亲的叹息，铜板砸在桌上的脆响。后来，他跪在父母灵堂里，听族人为他的去处争吵，谁家多出一口饭，谁家少占一间屋，算计得清清楚楚。再大些，他为自己奔波，抄书、代笔，甚至替人跑腿，食指沾满墨尘，换几枚温热的铜钱。他对自己定位很清楚，平生志愿就是寻个好人家入赘，安稳省心。所以在得知金家大小姐要招婿时，他去了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与金玉其实见过3面。第一面，在他刚考上书院不久，金家是书院最大的资助方，金大小姐偶尔会来考察。那日午后，他刚温完书，独自在廊下散心，转角处恰遇上一行人，师长在前，陪着一位锦衣少女，她衣着华贵，眉眼间是养尊处优的书淡。隐玉来得正好，师长唤她，笑容和煦。这位是金家大小姐金玉，金小姐，这是院中新进学生陈隐玉，她依礼躬身作揖。学生陈隐玉见过金小姐，姿态规矩，挑不出错。金玉微微颔首，
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一瞬，清淡如水。陈公子，他声音平稳，无波无澜，仅此而已。双方错身而过，他闻到一丝极淡的馨香，清冽又金贵。他站在原地，听着脚步声远去。师长正笑着对他说：“此子才学是好的，只是家境清寒了些。”后面的话随风散了。只是不久后，他收到了书院通知，获得了金家的专项资助，学杂全免。第二面是个猝不及防的雨天，他在书局替人抄书，换几个铜板。回去路上，天色骤变，暴雨倾盆。他抱着装书的布包，在街边屋檐下疾走，想寻个更稳妥的避雨处。刚站定，拍打着衣衫上的水珠，一抬眼，隔着重重雨帘，对上了一双眼睛。对面绸缎庄里正走出一位姑娘，锦衣华服，身姿窈窕，仆从簇拥，雨丝迷蒙。她的面容有些模糊，唯有那眼神清亮平静，带着点不经意的扫视。他目光并未停留，转身被人扶着上了那辆极宽敞的马车，马车眼角刻着鲜明的金家徽记。他收回目光，看着眼前如注的雨幕。不过片刻，一名侍从打伞快步走来，塞给他一把油纸伞，我家小姐给的。侍从说完，转身便走，不留询问的余地。他握着光滑的伞柄，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清浅的熟悉的香气。抬头望去，那辆马车已缓缓驶离，轮毂碾过积水，消失在迷蒙雨色中。他撑着那把伞走回书院，伞面宽大，将他护得周全，未沾半点湿如。第三次是在寻安那蠢货拒婚闹得满城风雨后不久，书院今年这批学子结业，按惯例要请城中几位颇有声名的商户来观礼，金家自然在列。帖子是早几个月就送去的。陈以玉坐在台下靠前的位置，看着金玉一步步走上台，他在台上站定，目光平稳地扫过下方一众青衫学子，微微颔首。今日赠邀前来，见诸位皆是我朝栋梁之才，心中甚慰。金家商行日后若有机会，愿与诸位才俊共谋前程。场面话说完，他便不再多言，由着书院山长接过话头。台下，陈以玉指尖无意识地捻着书页边缘，他看着他神色如常，仿佛寻安那场闹剧从未发生。也是，金家大小姐什么阵仗没见过，岂会因一个穷书生的几句酸话就失了体面？他目光微转，落在前排另一侧的寻安身上。寻安背脊挺得笔直，下颌微抬，依旧是那副清高孤傲的模样，只是放在眼下这情境里，便显得格外可笑。陈以玉心里嗤笑一声，这世上终究是正常人多，寻安这般行径，落在明眼人眼里，与有病何异？既要靠着金家的银子读书置业，又嫌人家的钱脏了他的风骨，既要又要，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他重新将目光投向台上的金玉，想抱大腿，这念头一闪，他自己先怔了下，随即失笑，摇摇头。金家门槛高，他这般身无长物，如何够得着？他垂下眼，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青衫袖口。谁知没过2日，金家要招赘婿的消息便如长了翅膀般飞遍了城中。陈以玉正对着窗外一株半枯的兰草出神，听得王婆絮叨，心头猛地一跳。他缓缓转过头，窗外日光正好落在他微微睁大的瞳孔里。哎，这不就巧了吗？陈以玉一开始是真的只图钱，定下那自觉甚高的价码时，他心里拨辣的门儿清。金家这等门第，招赘婿不过图个眼前清静，长久不了。他得趁着得宠时多攒些银钱，再学些能傍身的技艺，免得日后被扫地出门，又落得两手空空。故而他说想习琴，并非全然托辞，多一项技艺，将来即便离了金家，去个琴馆当个先生，或是给富户子弟授课，总能混口饭吃。他心里把这当成一桩买卖，算得清清楚楚。可金玉这人，金玉太不同。他见过他查账时的利落，朱笔一圈便定下千百两银钱的去向，也见过他应对刁难商户的冷厉，三言两语逼得对方冷汗涔涔。但更多时候，他见到的是旁人见不到的金玉。他会因谈到了一笔大生意，眉眼弯起，像只偷腥的猫，喂他一块晶莹剔透的糖糕。他累极了，会毫无形象地趴在案几上，鬓发微乱，嘟囔着这张看的眼晕。被他瞧见也不恼，只懒懒瞪他一眼，那眼神没什么力道，反像羽毛搔过心间。他像一块磁石，不自觉吸引着他的目光。起初是欣赏这东家的魄力与大方，后来目光便多了些自己都未察觉的东西。他会留意他偏爱哪道点心，习惯在几时歇息，蹙眉时多半是为何事烦心。这些细微的观察早已超出了职业操守的范畴。家中银钱周转不开，陈以玉是真信了，他没见过金山银山怎么倒，但见过破落户，一夜间什么都可能发生。那几日，他同几位友人凑在一块，煞有介事的分析。这个说，听闻近来漕运不太平，几批货都耽搁了，金家生意大，影响必然不小。树大招风，怕是有人眼热，暗中下了绊子。越说越觉得金家怕是真遇到了难关。若按陈以玉从前的性子，得知东家可能要倒，此刻该想着留后路，至少银钱得捂紧了，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可念头转了几转，最终定格在他们拜过堂了，名分定了，买卖其实不假。可这夫妻2字是真的，他没见过什么恩爱夫妻，父母终日为钱争执，族中多的是怨偶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话本也没少看，但他不想飞。不仅不想飞，他还想把自个儿那点家底都掏出去，能顶一点是一点。有人想问他打算怎么办，结果一扭头看他那副眼神发直的争冲模样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完蛋，这人沦陷了。有人盯试探着开口，以玉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陈以玉回神，语气异常平静，我们拜过堂了。有人已差点呛着，不是，当初是谁说的银货两清？这赘婿的身份当不得真啊！陈以玉抬眼，目光清凌凌扫过去，
怎么当不得真？婚书是假的，天地是假的，我们是夫妻，合法合规的夫妻。这话一出，满座皆静，在座谁不知道他陈隐玉从前什么德行？专给同窗做那爱情军师，按次收费，分析起他人情爱来头头是道，劝分劝和全看银子说话。轮到自己，竟是这般，有人秉痛心疾首。隐玉，清醒点，那是金家，真到了那一步，你这点钱扔进去，水花都听不见一个。陈隐玉却像是找到了理论支撑，越说越笃定。寻常夫妻不也讲究同甘共苦？如今他或许一时艰难，我既为夫婿，尽些心力不是本分。有人假试图讲理。好，就算讲情分，你此刻倾囊相助，他或许感念，可若他挺过去，日后想起你见过他落魄，心里能无戒心？大户人家最重颜面。陈隐玉摇头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可是我日夜相对，我自然知道。他又道，再者，雪家送炭，情谊最深，他若能东山再起，必会念着我的好。众人军师下凡，以一敌五，核心思想就一条：我们是夫妻，我得管他，任凭有人轮番轰炸，他自岿然不动。如今一头栽进自己的情网里，捞都捞不起来。他揣着那颗滚烫的想要贴补家用的新回府，却见府邸依旧仆从井然，丝毫没有风雨欲来的惶惑。他心下稍安，又有些疑惑。暖黄烛火在室内轻轻晃动，窗棂影子投在素色纱帐上，岸上热茶还冒着袅袅白气。陈隐玉端坐在桌边，脊背绷得笔直，指尖在袖管里反复摩挲着一只乌木小匣，指腹磨得发涩。酝酿了一整晚的话，在喉咙里滚了无数遍，终于在抬眼看见金玉临窗卸钗的那一刻落了地。陈隐玉缓缓掏出乌木匣，双手捧着，轻轻放在金玉面前的桌案上，指尖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。金月，近来外头时局动荡，商路不畅，我想着金家的生意许是会受些波及。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，虽算不上丰厚，却是我的全部心意。若是家里真的遇上了什么难处，你不必一个人扛着，我想和你一起共度难关。金玉握着赤金镶珠发簪的手猛地一顿，先是怔怔地看着桌案上的木匣，又抬眼看向面前一脸恳切，连耳尖都泛着红的陈隐玉，足足愣了两息。随即他缓缓侧过脸，先是唇角克制不住地向上弯起，而后没忍住低低笑出了声，笑意越扩越开。他笑的肩头微微发颤，眼尾染了一层薄红，无半分嘲讽，只带着全然的意外与忍俊不禁。陈隐玉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笑，烛火在他眼底明明灭灭，方才鼓起的勇气像是被这笑声一点点吹散。陈隐玉带着后知后觉的恍然，是了，我怎么就忘了？金家这棵大树盘根错节，根基深厚的很。我那些关于风雨飘摇、家道中落的想象，在他眼里怕是幼稚的可笑。他耳尖更红，指尖下意识蜷缩起来，垂在膝头。他唇角不自觉牵起一点极淡的笑意，眼底的暗淡尽数散去，只剩下满意的温柔与释然。陈隐玉这辈子估计是没机会跟他共苦了，那便一直同甘吧，吃他的，用他的，安安稳稳被他养着。仔细想想，好像也不赖。他轻轻吸了口气，抬起眼，重新看向面前的金玉，烛光落在他明艳的眉眼间，他脸上还带着未散尽的笑意，眼波流转，依旧是那副耀眼的让人挪不开眼的模样。陈隐玉指尖轻轻动了动，小心翼翼地将心底那份翻涌的庆幸与温柔妥帖藏好，只余下满眼的平和。金玉终于收了笑，抬手用帕子拭了拭笑出来的眼角，缓步走到桌边，指尖轻轻点了点那只乌木匣，抬眼看向陈隐玉，眉梢依旧带着笑意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嗔怪的无奈。金玉傻不傻？我金家历世100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哪里就到了需要你拿私房钱来填窟窿的地步？他伸手将木匣重新推回陈隐玉面前，指尖轻轻碰了碰他泛红的耳尖，语气软了几分。不过你这份心意我收下了。陈隐玉抬眼撞进他带笑的眼眸里，心头一暖，指尖轻轻附上那只木匣，唇角的笑意终于落了实。